过去1年多时间里，如果说全球资本市场只剩一种信仰，那这个信仰的名字就叫人工智能。而这座宏伟 AI 神庙的基石，正是英伟达的 AI 算力芯片。全世界资金、最顶尖科技巨头，甚至主权基金，都在排队挥舞支票，只为抢到通往新时代的算力船票。可是，就在所有人把预期拉到顶点，准备迎接史上最强 AI 芯片 GB200 架构超级芯片大规模交付的时候，一只隐秘的黑天鹅悄然飞来，产业链深处传来震动全球科技圈的低语：GB200延迟了。这绝不是简单发火延期。在以摩尔定律和季度财报为命脉的科技世界里，顶级算力芯片难产，就如同全球经济高速路上一场连环追尾，刹车声、碰撞声、碎片事件，一切来得太突然。今天，在3元说这期超长深度解析里，我们要撕开市场噪音，直击这场算力断档风暴的核心。我们将拆解3个致命问题：为什么被寄予厚望的 GB200 突然遭遇量产瓶颈？究竟是物理极限的铁壁，还是供应链的玻璃心？在这场波及全球的产业链大地震里，谁成了无辜受害者，谁又在暗中狂欢？站在宏观十字路口，当 AI 硬件狂飙被迫踩刹车，全球资本流向将怎样天翻地覆？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提前布局，避免成为这场财富大洗牌的牺牲品？如果你手里握着科技股仓位，或者你所在行业正经历 AI 转型，这期视频请务必看到最后，因为接下来要揭示的产业链真相和宏观推演，可能直接决定你未来3年的投资胜率。准备好了吗？我们正式进入深度推演。先来回答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市场对 GB200 的期待会高到离谱？它到底藏着怎样的魔力，让全球顶级科技巨头如饥似渴？用最通俗的比喻，如果上一代 AI 芯片是一列时速350公里的高铁，那么 GB200 架构就是一辆在真空管道里飞驰的超导磁悬浮列车。上一代芯片虽然算力强大，但在数据中心里就像一个个各自为政的超级大脑，大脑之间靠网线、交换机沟通。这个过程不仅吞噬大量时间，也就是延迟，还浪费海量电力。而 GB200 不再是一颗芯片，它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架级系统。它把2颗最先进的图形处理器和1颗中央处理器紧密绑定，通过革命性的同卵互联技术，让整个数据中心成百上千颗芯片仿佛融成一张超级巨大的单一硅片。按照官方和业界的理论测算， GB200 在大语言模型推理性能上是上一代产品的惊人30倍。更让企业老板眼红的是，它的能耗和总拥有成本直接降低了25倍。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们正站在大模型参数量从1000亿级向万亿级、10万亿级跨越的生死关口。北美前4大云服务巨头为了不在 AI 军备竞赛中出局，今年资本开支总额预计突破2000亿美元。他们买的不是芯片，是未来10年的生存权。然而，正如古希腊神话里战无不胜的阿喀琉斯，也有致命脚踝。GB200 越强大，它的设计就越逼近人类工程制造的物理极限。它的阿喀琉斯之怀，正是那令人窒息的复杂性。让我们通过一个硬核技术案例，拨开它为何难产的真相。芯片设计里的木桶效应与热力学陷阱，要把性能提升30倍。工程师在2颗图形处理器上塞进了超过2000亿个晶体管，为了让这些晶体管协同，必须用到极度精密的先进封装技术。全球最大晶圆代工厂为此倾尽所有产能。这种封装就像在一根头发丝横截面上建一座立交桥，把不同计算模块连接起来。但问题出在良率和散热上。首先，晶体管密度触及极限后，哪怕极其微小的制造瑕疵，都会导致整颗芯片报废。产业链调研显示，初期试产阶段，由于2个巨大裸片拼接处存在微弱良率波动，整体合格率一度达不到大规模量产的商业标准。其次是恐怖的发热量 ，GB200 所在的高密度机架，单机架功率达到惊人的100千瓦到120千瓦。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在几十平米客厅里同时开几百台大功率电烤箱。传统风冷彻底失效，必须采用复杂液冷系统，让特殊冷却液直接流过芯片表面带走热量。然而，产业链传出消息，整个系统在高负荷压力测试时，由于铜管压力差以及快速连接器密封性问题，存在极小概率的微量漏液隐患。在造价数百万美元还通着高压电的 AI 机柜里，漏液这2个字就是可能引发火灾和系统瘫痪的噩梦。为了重新修改光照设计，重新流片，为了排查先进封装良率瓶颈，为了验证液冷系统绝对安全性，时间表只能被迫后推。而这被推迟的3个月到半年，对于瞬息万变的全球资本市场，无疑投下一颗深水炸弹。你以为这只是技术层面的小坎坷？不，它引发的是整个供应链的蝴蝶效应。
当金字塔顶端的 GB200 宣布推迟，就好像水管龙头突然拧紧，但后方水库还在疯狂注水，这在上下游供应链里引发剧烈的牛鞭效应。来看一组深度交叉验证的数据推演，先进封装产能的冰火两重天。为了配合 GB200 预期量产，全球最大晶圆代工厂过去1年疯狂扩充其特有先进封装产能，原本预计到今年年底月产能将提升至4万片以上。其中很大一部分被 GB200 提前锁定，现在 GB200 延期，这部分顶级封装产能短期出现真空期，但有趣的是，机器不会停转，那些抢不到产能、苦等上一代架构芯片以及竞争对手 AI 芯片的企业，迅速填补空缺，这导致一个奇特现象：芯片代工厂短期财报依然亮眼，但长期高毛利预期被打折。再看高带宽存储的库存博弈，在 GB200 里，除了算力核心，最贵部件就是高带宽存储芯片。韩国2大存储巨头为了满足需求，几乎停掉传统内存产线，全力压住最高规格的高带宽存储。产业链调研模型测算，全球2024年超过60%的高带宽存储产能被这家芯片霸主预定。现在终端产品推迟交付1到2个季度，存储厂商面临巨大尴尬，生产好的昂贵芯片只能堆在仓库成为存货。存储行业金融属性极强，库存积压不仅占用海量现金流，一旦未来技术迭代或对手降价，这些库存就面临巨额减值风险。受此预期影响，全球存储芯片板块在消息传出后经历剧烈估值重估，还有光通信模块与铜缆的零和博弈。还记得前面提到的铜缆互联吗？ GB201 大卖点就是用粗壮铜背板替代昂贵光模块，这曾让全球光模块供应商股价重挫，但现在剧情反转。既然 GB200 推迟，云厂商为了完成今年资本开支目标，为了不让机房空置，只能继续大量采购基于上一代架构的服务器集群。而上一代集群因没有内部铜缆技术，极度依赖 800G 甚至 1.6T 的高端光通信模块。数据显示，延迟消息确认后2周内，亚洲几家头部光模块供应商加单量激增超过 15%， 这简直是供应链上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延迟重新分配了数百亿美元利润归属，这就是宏观供应链的残酷与迷人之处。龙头一个喷嚏，让一条街感冒药脱销，同时让卖口罩的人赚得盆满钵满。GB200 延迟，本质是一次全球 AI 资本开支的时间错配和结构性转移，它没有消灭需求，而是让需求在不同时间点砸向不同细分赛道。你以为云巨头们会坐以待毙？不。他们现在陷入教科书级的囚徒困境。对于市值动辄数万亿美元的巨头来说，竞争状态就是谁先训练出下一个跨时代超级大模型，谁就能垄断未来入口。假设你是其中一家云巨头首席执行官，手握500亿美元预算，原本计划下半年全面接收 GB200 服务器，搭建几十万张卡的新一代算力集群，从而年底推出震撼 AI 产品。现在供应商告诉你，对不起，货要拖到明年中旬才能大规模交付。摆在面前2条路，选择1，等待，把预算留着，等明年 GB200 成熟再买，因为性价比确实太高。现在买上一代产品，相当于 iPhone 16马上发布前夜，全价买几百万台 iPhone 15。一旦明年对手用上新一代算力，你今天买的旧算力在成本上毫无竞争力，变成昂贵废铁。选择2，将就，捏着鼻子继续疯狂扫货，买目前市面上的上一代旗舰芯片。为什么？因为竞争对手可能也在抢。如果你现在停下等待，而对手利用现在算力，在空档期率先突破模型某种涌现能力，直接抢占所有市场份额和用户心智，那你连明天的太阳都看不到。在硅谷落后一个身位就是死。通过宏观数据追踪，我们发现巨头们毫不犹豫选择了第2条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面临新产品延迟重大利空下，这家 AI 芯片霸主最新财报依然超出华尔街预期，因为客户的焦虑战胜了对性价比的追求。但这引发更深层宏观危机，投资回报率的黑洞。科技巨头们花几百亿买旧芯片，建高耗能数据中心，但 AI 在软件端产生的实际收入，比如企业级订阅、智能客服、广告优化、增速远远没跟上硬件烧钱速度。原本指望 GB200 通过把算力成本降低10倍，让商业模式盈利，现在这个救世主迟到，这意味着未来半年到1年，科技巨头资产负债表将承受史无前例折旧压力，折旧费用暴增，直接吞噬净利润。这也是近期美股科技板块剧烈波动的核心逻辑。华尔街耐心正在耗尽，当资本市场看到万亿投入只换来微薄收入且降低成本的技术遥遥无期，一场挤泡沫的估值回调就成了不可避免的宏观必然。如果把视角拉高1万米，跳出科技产业，把 GB200 难产放到当下全球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大棋局，你会发现更令人警醒的趋势。全球宏观正处于极为敏感交汇点，美联储降息周期开启，全球流动性面临重新分配，而大宗商品领域，铜价、电力、能源等基础生产资料价格正在悄然重塑。GB200 延迟，
在这个大背景下，催生3个极具隐蔽性的深远影响。第一，主权 AI 与地缘政治的时间争夺。除了科技企业，还有一股庞大力量在抢算力。以中东石油富国、欧洲大国为代表的主权国家算力采购，他们希望建立独立于北美体系的本土 AI 大模型。原本计划，当北美巨头大规模切换新一代芯片时，旧一代芯片产能和二手市场将被释放给这些主权国家。现在延迟，导致算力资源整体紧缺期被拉长。这不仅推高全球高端半导体通胀水平，更让一些受技术封锁或出口管制地区获取算力的时间窗口变得更加狭窄。科技霸权的时间壁垒因为一次难产被意外加固。第二，从算力狂想到能源现实的资本大迁徙。我们在宏观研究中发现一个有趣资金异动信号：当 GB200 传出延迟 ，AI 核心硬件股震荡时，华尔街聪明钱并没有撤出 AI 概念，而是迅速向下游基础设施转移。既然算力芯片暂时遇到物理瓶颈，市场意识到制约 AI 发展的不只是芯片，更是电力、网络和散热基建。要支撑单机柜120千瓦恐怖耗电，现有的城市电网根本无法承受。而因为漏液问题导致的延迟，也让资本看到液冷技术的超高壁垒和广阔前景。因此，我们看到全球电力设备龙头、变压器供应商、核电相关公共事业股以及专门做液冷系统的老牌企业迎来估值大爆发，资本逻辑变了。在淘金热中，既然最先进挖矿机延迟交货，那就先炒金矿旁边的发电厂和卖水人，这是一种经典宏观防守反击策略。第三，软件生态的寒冬与破局。对于 AI 应用层来说，算力成本居高不下，意味着无数底层初创公司面临生死考验。原本期待新架构带来算力成本暴跌，让各种 AI 助理、智能体实现规模化落地，现在必须重新改写商业计划。但这同时倒逼技术路线演进。既然云端大算力暂时无法极其廉价，那么将小规模模型部署在手机、电脑上的边缘计算，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这也是为什么今年以来各大手机厂商和电脑厂商疯狂炒作 AI 端侧设备的宏观经济学解释。云端受阻，加速了终端觉醒。长篇大论到这里，我们把复杂宏观和技术逻辑沉淀下来。作为普通投资者或正在关注 AI 浪潮的创业者，面对这场由芯片延期引发的全球产业链大洗牌，该如何应对？三元说，为你总结3个维度的核心策略。第一，抛弃单纯信仰，回归周期思维。无论 AI 多么革命，它依然没逃脱半导体行业的龟周期。每一次技术跨越到物理极限边缘，都会经历良率爬坡、产能受限、消化库存的阵痛。在投资二级市场科技股时，千万不要在市场预期最饱满、一致性最强时追高。GB200 延迟事件告诉我们，在工程科学面前，没有任何公司是万能的神。逢低布局那些在调整中被错杀、拥有不可替代壁垒的关键零部件公司，比如高端印刷电路板、基板、光互联，优于盲目追逐高估值龙头核心。第二，沿着降本增效的物理路径寻找替代性标的。既然高密度算力无法如期大幅降本，那么帮助数据中心省电、省空间的传统产业将迎来红利。重点关注3个细分赛道：热管理与液冷技术，这已经是不可逆趋势，且行业壁垒深厚；能源基础设施，特别是能提供稳定机载电力的相关产业链，以及改造升级老旧电网的智能电网设备商、先进封装设备材料。因为产能不足，代工厂势必加大对封装设备资本开支，上游设备和材料供应商具备极高业绩确定性。第三，应用端应关注小而美，而非大而全。如果你是创业者，在当前算力成本拐点推迟背景下，不要盲目拼大模型参数规模，那是一场没有100亿美金门票玩不起的游戏。未来半年到1年，机会属于那些利用现有开源大模型，在垂直领域，比如医疗、法律、财务，甚至本地端侧设备上跑通商业闭环，产生实际现金流的企业。生存比讲故事更重要。历史总是惊人相似。20多年前，互联网泡沫破裂前，大家疯狂铺设光缆，却发现网上内容和商业模式还没建立起来。但最终，互联网改变了世界。今天的 AI 产业正在经历从盲目狂欢到攻城落地的现实毒打。英伟达 GB200 量产延迟，不是 AI 时代的终结，而是这场伟大工业革命中的一次重要呼吸。深蹲是为了跳得更高，而在这个深蹲过程中，有人会被甩下车，有人会拿到更廉价筹码。关键在于你是否看清了背后齿轮如何咬合。在视频最后，我想把麦克风交给你。你认为这次算力硬件延迟交付会直接导致今年下半年美股科技7巨头估值出现20%级别以上的深度回调吗？还是你觉得这反而是一个千载难逢的黄金坑？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下你的独立判断和逻辑，我会挑选最有深度的几条进行详细回复和探讨。如果你觉得今天深度解析对你的投资体系或商业认知有真正帮助，请务必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把这条视频分享给你身边同样关注财经和科技投资的朋友。我是3元，在变幻莫测的全球宏观迷局中，让我们保持理性。下期节目我们再见。